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你小子，不要得寸进尺！ 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？任凭恩怨多纷扰，他歌长啸，浪花喷溅啊！少年风雨起，天涯海角下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 师叔，你看我刚才那算是……躲开一点！啊！水渺渺，心声随景雨轻摇摇。向阳彩袍，心如莲不染与你潮。 原来如此，境界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，游万里。 你小子不错，师叔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啊，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。 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1指破苍山，我曾2指断乾坤，我的3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1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 当年我持枪站在阁顶，满城风雨化为一枪，可有此风采？一半都没有。唉，输了呀！世人皆称我为枪仙，可哪有呼风唤雨、乘云驾鹤来的有气势？枪仙前辈，雷无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阁顶吗？我雷无节此番前来雪月城，就是为了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，还望枪仙前辈成全。知道了。接着，可别一下子就被打下来啊！不会的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有稀罕？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
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雾杰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去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3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杰早已先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杰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弟子雷无杰，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如若他日雷轰师傅责怪，雷无杰便已死，以谢二位恩师，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杰，来，起来。雷无杰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。啊！哎，雷无杰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少佐，醒了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哟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师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3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两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嗯，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杰，
李寒衣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五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，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。所以才叫他憨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月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节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3师尊。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3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我发现，你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二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，可我当时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你确定是王叔亲笔所书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卿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做什么？千洛，放心，3师尊一定不会为难萧瑟的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
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，所以有办法。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阿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杰罗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2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止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！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自己是为何拔剑？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；有人拔剑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傅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问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节不认同这样的江湖。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就……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心种种主所著，风雅4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听雨剑，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
听羽箭，它是有灵性的箭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师傅，你怎么从来不去参加百花大会啊？再美的花，看了10几年也就看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读书个剑仙的谢轩啊？还真如传闻中一样，儒雅又霸气。哼，死书生。他还送了我本书，叫《晚来雪》，但他送给别人的书都挺特别的，我的那本好像听竹书轩就能买得到。你喜欢那个叫叶若依的女子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好看。就这一个原因？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。哼，你也倒是坦诚。师傅，我说她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全天下所有漂亮的女子，只是我见她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也不知道她的性格，连她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来想去，或许也只有那一眼的心动吧。又或者是，她长得好看，可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骗人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么说，您被漂亮的人伤过？师傅说，这漂亮的人都会骗，果然是真的。师傅，我错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哎， 2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；3年后，你便成为剑仙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约定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呀！谢轩先生是你找来的？是的，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说他最近正在修习一门武功，能够对你有益，我便把他邀请到雪月城，把这门武功传授给你。谢谢。你不用谢我。谢轩和你我的交情都很好，但是想要让他传授武功，仅凭这些交情是远远不够的。他的武功，只教他让他觉得能够配得上他的人。你刚刚抚琴的时候，他才做出了这个决定。看来此书真的有奇效，3言2语，你便看出了一些门道。真切流转，万法通行。谢轩先生给此功法命名为流转。看来谢轩没有骗我，他说你照此功法修习3年，你的功力就可以慢慢恢复到从前的大半，再加上我的药理之术，就算胜过当年，也是指日可待。但是，你要切记一点。什么？虽然他在书上没有提到，可是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便会前功尽弃，甚至还会有性命危险。短暂的恢复到鼎盛时期吗？3年的时间，其实并不长。确实，我在那客栈都待了不只有3年了。但是术法，术在先，还必须要有法。什么是法？法便是你的心，身体上的病可以医治，可是内心的呢？我知道那件事情对你伤害很大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坚强地走出来。阿爹，哎，
贤罗。阿爹，怎么不等我回来，百花会便结束了？哎，你这个丫头哎，爹喊你的时候你不理爹，现在大家都走了，你又怪我们结束的太早。哎，你这个丫头。我听说如剑仙前辈也来了，还给每个人都带了本书当礼物。我的呢？你的，当然有了。啊，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。哇！哎，这丫头啊，怪我传授给她的枪法太过刚猛，所以就缠着我要。阿爹。燕回，这些年你做得很好。大长老，还请有话直说。这些年，无双城从没落到重新崛起，全靠燕回你的操持。你是中兴之才，但是无双城现在需要的却是一个开疆辟土之人。哦，一个野心勃勃的人。对。今日起，城里的大小事情，你就不用再操劳了，交给松涛负责吧。师兄，好久不见。这无双城城主的位置，我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。但是，松涛，他没有这个资格。你说什么？松涛当年的武功便不如我。所以他才出走无双城。如今你们把他找回来，不过是因为他更容易控制，更愿意听你们的命令行事罢了。燕回，你逾矩了。我这个城主可以不做，但我要推荐一个人，我该有这个权利吧？当然。就这小子吗？就你这小毛孩也想当城主？先和我试下刀吧！确实是个小毛孩。无双，来了，师傅。无双剑侠，就是你这个小屁孩。大叔，你哪位啊？叶松涛。哦，好像也没什么名气啊。你就是没什么名气，这回你没记错。无双，下面你就和你的师叔比试一场吧。倘若你赢了，你便就是无双城的城主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那就比吧。你站在那里，我们怎么比？哼，没见过世面。云缩、冰霜、风萧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陪这个大叔好好玩玩。杀伤。你的刀叫断破，我的这柄飞剑叫杀生，也算是你来我往了。是断魂，不是断破。哦，是叶松子的断魂刀。是叶松涛。想吃松子了。燕回，你有一个好徒弟，竟能同时控制6柄飞剑，这样的天资，无双城100年来也未曾见着了。但是，你剑指师门长辈，太不敬了。不敬？
资质颇高，值得赞许。但是你太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。大长老挺厉害呀，你怎么不当城主？我老了。我倒是挺年轻，你觉得我能当城主吗？颜回，你培养了一个无双剑侠的主人。是。这样的人应该带领无双城回到真正天下无双的时候。一座城池的命运，真的要压在一个孩子的肩上吗？师傅，我虽然记性不好，但我才不是孩子呢。我是无双，天下无双的无双。从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注定要坐这个位置了？师傅，让个座。大胆！就算你是无双剑侠的主人，没有我们吴老的认同，这个位置你也坐不上。我还就坐上来了，怎样？大长老，你说这位置我能不能坐？参见城主。师傅，我来履约了。我有3件，请君试之。好。第1件，雪月剑仙所传，月溪花尘。最后，明侯拼死杀了天泉老人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被赶到的月姬救了。三师尊，怎么了？那傻小子下山了。下山？赶紧去吧，或许还能赶得上看他最后一剑。很好，雷轰在你这个年纪，剑术不如你。师傅，这一剑，徒儿算是接下了吧？勉强算是接下了，不过只有这个程度的话，你接不下剩下2剑。只有用这个办法了。剑回！人剑相通，能到这个地步，你们的这个师弟啊，入自在地境了。这就结束了吗？虽然不甘心，可琅琊王的生命的确就这么终结了。母亲在那一战中也元气大伤，在我将其带离之后没多久，也就因病去世了。那么萧氏皇族当中，
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琅琊王仗义直言吗？自然是有的。那人就是六皇子萧楚河，他是琅琊王亲自培养的，年纪轻轻就入了逍遥天境。很多人认为他是未来接任皇位的最佳人选。琅琊王入狱之后，他独身一人在殿上辩护，连说了13条琅琊王谋逆案的可疑之处，声音激昂，情致动人，甚至还有老臣在朝堂之上落下泪来。琅琊王死后，这位皇子仍四处奔波，力求翻案，可最终引来了盛怒，被贬数人，流放青州。或许是早已经有了预感，琅琊王在死前的1个月，就让天启4守护答应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琅琊王请求，在之后传袭天启4守护令牌之日，可继续承担着守护之责，守护那个承载着这个王朝未来希望的那个人。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是。我曾经愤恨母亲之死，我也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可我看到了你拔出天女剑，我知道你的剑跟母亲一样，你是守护之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今日要不要接过这个令牌。既然是母亲遗命，那我定当奉命而行。况且六皇子是如此大义之人，我刘无节敬佩他。好，那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这一任的天启4守护，东方卫金谋。我刘无节定当不负母亲遗命。对了，姐，你说他被流放了，那我应该去哪儿找这六皇子？你不知道？我应该知道吗？那位皇子不过比你大上几岁，传说被贬出城后，就遭遇了仇家的伏击，一身功力全废，此后便下落不明了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岂不是还得到处去找？罢了，现在也不必知道这些。或许像现在这般走下去，才是最好的结果。阿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不必去寻他。相信我，当他遇到真正的危险之时，你一定会出现在他身旁。那个傻小子，希望李寒衣别把青龙令牌传给他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哟，哈哈，重儿来了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坐。谢父皇。哎呀，重儿，你是故众多的皇子中最为稳重的一个，啊，喝茶。也是故呢最值得信任的孩子，很好啊。只是你的演技一直让父皇放心不下。最近太医院找到什么办法了吗？回父皇，儿臣一直在服用汤药，这么多年，也只是勉强能看到些虚影。故会派他们继续去寻找名医的。重儿，总有一天，你的眼睛会治好的，啊！让父皇操心了。对了，父皇，不知今日召见儿臣，所为何事啊？哦，
姑听说天外天那个质子回去了。12年约已满，按理来说是该回去了。对了，父皇，这件事情不是已经交给锦仙公公处理了吗？既然锦仙公公同意放他走，就是觉得他对我们北离不再造成威胁了。他个孩子家，能刮起怎样的风浪？姑才不在乎这些呢。只是姑呢，收到的消息是，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陪伴。那个人嘛，好像就是楚河呀。楚河？嗯，一定是有人妄言，六弟怎么会和魔教之子混迹在一起？姑不在乎这个。父皇，儿臣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却一直没有半点消息。如今呢，终于出现了一个跟他相似的人。他跟谁混迹在一起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听锦仙说，那魔教质子风姿卓绝，跟老六也颇有几分相似。他们两个能成为朋友，并不令人奇怪。父皇的意思是想让儿臣去探一探这消息的虚实。是啊，虫儿，你可愿意替父皇去做这件事儿？虫儿愿意一试。如果消息属实，虫儿一定竭尽全力把老刘带回来。好，虫儿，带上姑的口谕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来，姑可以免去他的一切罪过，还他的皇子身份，甚至他可以重袭王爷之位。只要他能回来，那他就是永安王萧楚河。儿臣遵旨。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由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衣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。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哎，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莎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白晓。能让我惊讶的事，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来的夫婿啊？她最近抓紧练武呢。
雷无节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三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那段家自然是不同意了，说什么女子嫁夫须得温婉庄闲，不应该执迷于舞刀弄剑之事。于是呢，这条规矩就做了一些变更。若是雪月城的弟子拔得头筹，就还得过师姐这一关。明白了，这司空千落压根就不想嫁，他是让雪月城弟子先赢下来，他再上去把人给打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这一个个家伙，平时不好好练武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就这么不堪一击。千落师姐不仅自己勤学苦练，还帮其他弟子训练呢。击败那个姓段的没什么难的，我那天看到他出手了。他最后一道暗器虽然将唐莲逼入绝境，但其实是因为唐莲不愿出手伤其性命，故意放手。哦，若论实力，唐莲远在他之上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夸我呀？哎，大师兄。我只是阐述事实罢了。哎，既然你们大小姐遇到了大问题，你这个做大师兄的，是不是该出手相助一下？我不能出手。为什么？若我出手，最后就剩下我跟千落一战。以雪月城的威严和千落的性格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自然不能像登天阁放水雷无节一样放水千落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千落早已如兄妹一般，总不能真的让我娶了她吧？哼，哪那么多理由？我看你就是怕参加比武大会，被天女蕊知道了，破坏你们俩的感情呗。你再乱说，我可揍你啊！我相信大师兄是真心的。还是雷师弟懂我。相信什么呀？对天女蕊是真心的。我看你小子也欠揍了。哎，我不说。不对，我不能去，雷无节你可以去。那我不行。为什么？那我说实话，要是若依姑娘知道了，她以为我中意的是千落师姐，到时候我解释不清啊。那你想多了，人家叶姑娘根本不会在意的。万一呢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，想让雷无节帮你打擂台。啊！本小姐的事儿，要你多管闲事儿。千落，千落。我忽然有个想法，雷无节。大师兄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就连我都很难不产生这个想法。萧瑟，别跑！这才刚刚消停几天呢，又开始了。我这个女儿啊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他们这个年纪，越喜欢一个人，就越喜欢跟他作对。只可惜3天后的比武招亲，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万全之策。实在不行就耍赖吧。耍赖这个事儿，大城主老干，你不妨试一试。他耍赖是因为有我在后面给他收拾烂摊子，
我要是耍赖的话，那整个雪月城的威严可就荡然无存了。难不成真的让千洛嫁出去了？千洛要嫁，一定要嫁给她自己喜欢的人。这个事情交由我来办。我左看右看，整个雪月城能够出战的，确实是你那个弟子，骆明轩。那一次之后，赵玉珍居然就真的坐在那棵桃花树下，等了3个月，只等到冬去春来，山桃花开，都不需要用离火阵心诀，就能很快吃到那又大又甜的桃子了。只是，那个说3个月之后会再来的人，却一直也没有再来。唉，师傅说，这漂亮的人都会骗人，果然是真的。还是等着吃桃子吧。傻小子，还等着吃桃子呢？你来迟了。为了寻这把剑，所以迟了7日。原来是名剑谱上的铁马冰河。这把剑不错。小仙女，你怎么又戴着面具啊？戴着面具好丑。你还是摘了面具更好看些。多话。赵玉珍，你这是什么武功？我望城山秘学，大龙象力。你为何不出剑？大龙象力乃我望城山最高秘学，比无量剑法只高不差。我不管，你出剑。你把那面具摘了，我就出剑。你。现在好了吧？出剑！好话。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天地之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入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赵玉珍，你这是什么剑法？无量剑，无量劫，入此劫之人，生生世世，万劫不复。好，不愧无量之名，我也有一剑。雪漫天，像烟花几度。月溪花尘。念江风，一夜里难渡一瞬间。好美。去。来得好，去。
你先说。小仙女，你长得如此好看，为何总戴着面具遮着自己的脸呢？那你剑法如此高超，为何不敢下山一行？我师父说过，如果我下山的话，会死很多人的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这，我得问一下掌教师叔。你师叔的剑法如何？现在在我之上，不过1年之后嘛，就不好说了。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他如果不答应，我便打得他答应。哎，拦了16年，终于还是坠了凡尘。这些都是师父告诉我的。说到这里，师父他就吃醉了。之后的事情嘛，二师尊似乎还上过一次望城山，就在你师叔雷云鹤拜山不久之后。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你要想知道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问二师尊。那我不太敢啊。哎，对了，我来这雪月城也有些时日了，为何一直没见到这大城主百里东君呢？你见过呀？我见过。我什么时候见过他？你不仅见过，还喝过他亲手酿的风花雪月。是他呀！下次再见到他，一定好好谢谢他。来，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这赵玉珍为什么不能下山啊？江湖上关于赵玉珍的传言很多，传说在她出生之时，一道霞光照进屋内，望城山老天师亲自下山迎接，因为他是神仙转世。之后便把他接回望城山，从此再没下山一步。有人说这赵玉珍不能下山，是因为老天师吕素贞的一道真言，说是如果让他下山，便会引起市局动荡，甚至会影响天启城里那一位的位置。所以望城山外30里，一直驻扎着5000铁甲军，就是怕他下山。不过还有人说，赵玉珍身上聚集着望城山当代的武运和天运，所谓真言不过是杜撰，只是怕他一去不回罢了。那以他的本事，若真想下山，是不是没人能拦得住他？10年莫说是下山，赵玉珍连自己的小院都极少迈出。我猜他是在等一个人，如果这人不来，他可能会一直等下去。你有心事？我出生在唐门，是唐门长老唐连月的弟子。原本以为会生在唐门，死在唐门，却忽然被送至这雪月城，拜天下闻名的酒仙百里东君为师。连月师傅告诉我，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。我已经等了6年了。你们唐门的人总是这样，从一出生开始，就被赋予了太多使命，所以活得一个比一个累。雪月城的事你要管，唐门的使命你又不能忘。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每天活着，不过也都是为了自己活着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想？话说你留在雪月城，真的是为了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，都是大事。800两，还真是大事啊！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若你真有这么多银子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招兵买马，踏碎那天启城。
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干什么？你陪我来雪月城，我就陪你去天启城呗。好。你真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你个大老爷们儿等我干什么呀？怎么跟你大师兄说话呢？信不信我揍哭你？你也就欺负我不会武功吧？敢不敢比个别的？好，比什么？你是酒仙的徒弟，咱们就比喝酒。好。哎，那我去搬酒。来。望城山，长老正在讨论是否要把你逐出雷家。随便他们，我要练剑，成为剑仙。我知道峰哥你性子倔，也不打算劝你，可你要告诉我，为何西剑？因为在望城山上，我见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剑气！姑娘，刚才那一剑是你？是又怎样？啊，不怎么样。不是不怎么样。你不是。姑娘，我叫雷轰。那一剑之美，望城山。来者何人？胆敢闯上我们望城山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云鹤前来拜山。赵玉珍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找死！惊雷指，给我破！我兄弟见了你的剑，说世上武学最美的乃是剑，我也想见识一下。赵玉珍，我又来了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云鹤前来拜山。春庭乐舞，遥香老光武。不找回廊，半枚晚冕香。青云薄雾，总是少年行乐。不似秋光，只与离人照断着。这真是最后一坛了。哎，看来是大师兄赢了。来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真强啊！喝醉了都不躺下。哎呀，忘了问绿山姑娘的事儿了。都怪你！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？你那么着急的下去，你是怕师姐主动投降，你不得不娶她呀？雷武姐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
是过去了，白王殿下也能当场证明这场比武的公正性，想来他们日后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大师兄，那个王爷好威风啊，现场几百人一下就跪下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城主是半跪呢？三师尊曾经是天启城4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，面圣都可以行半礼，一个王爷，自然也没有资格让他行全礼。哦，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！哎，那乾隆时期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？阿爹跟我提过此事，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又不认识那个人，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？对了，我阿爹可以半跪，萧瑟你为什么不跪啊？对啊，我腿脚不太好。这师兄，你看他又在那胡诌。我祖上有些荣印，可以面圣不跪。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？真的？看你平时抠抠搜搜，还世家出身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来我们雪月城干嘛呀？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三师尊商议吧。毕竟三师尊曾经是朱雀使，当今圣上能够登基，三师尊也有一份功劳。但是天启城的王爷突然来雪月城了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父亲早就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那座城里的人了。我倒是觉得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，不过就是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。因为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？他幼年时期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，吃了之后就瞎了。这么多年明德帝寻遍天下名医，也没能治好他。也是个可怜的人呢。萧瑟，尹长老，白王殿下在后院等你，你先过去一趟。尹长老，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呀？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救过学。原来是同窗。哎，同窗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看到我。怎么？既然都见到了，也不唤我一声吗？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我只是一介庶民，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，还能怎么叫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那你可知道，白日见我不跪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锋锐了，就是有些有气无力的。不过你耍赖的样子，还是像从前一样。还是唤我一声二哥吧，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。我叫萧瑟，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，没有资格唤白王殿下为二哥。那好，雪落山庄萧瑟。草民在。接旨。接旨。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赦免六皇子萧楚河
过去一切罪错，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赏黄金10000两，珠宝100箱，即刻速回天启城复命。还不谢恩？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为何不接？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。我的过往何错之有？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也能猜到此刻你的神情。既然殿下猜到了，那就还请殿下将这道口谕带回去。听完口谕，你还是不肯唤我一声二哥。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？当年我离城而去，有一人提剑而来，正是怒剑仙叶战天，当世5大高手之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师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，并不是你派去的。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？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？所以你认为你的伤是战天师傅造成的？就算最后一剑不是他出的，倘若他不在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。罢了，很多事情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。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否要接下这道口谕，同我回家。殿下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萧楚河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接上报陛下，让陛下收回成命，然后再重重治他的罪。臧明，这些话你只能同本王说。为何？记住，我与他并无恩怨。可当年那块糕饼是他。当年我们只是孩子。最近雪月城还真够热闹啊！是啊，先是有人闯进登天阁顶问见雪月剑仙，再有这百花会，如剑仙亲临礼赠四方，再加上这比武招亲，把尊贵的白王都给引来了。可你知道，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。哼，那感情好啊！你现在就去替我把白王给我赶出去。这有何难？当年我一剑逼得他老子都跟我立约，一个王爷罢了。我去就回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你干嘛总是把雪月城满城上下的脖子全给提起来呀？这个白王啊，他来只不过是想带走一个人。消息传得还真快，既然皇帝想让他回去，应该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这是好事啊。其实萧瑟最想赦免的不是他自己的罪，而是琅琊王的罪。这不可能，琅琊王案当年已经是个死案，明德帝不会愿意做出任何妥协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死局啊。叶姑娘，叶姑娘。司空城主，二城主，叶姑娘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？我准备去药房取些药材，路过此地便来见见城主。哎，我那个丫头啊，要是有你这般懂事，那可就好了。怎么样，叶姑娘，身体恢复得如何呀？比来之时好了许多。看来我的医术
还是差几分火候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唐老太爷那边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根治你的病。这样吧，你让唐莲抽空带你去一趟唐门。劳烦城主费心了。去吧。他已经在外面听了很久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儿，听就听吧。她是大将军叶孝英的女儿，叶孝英知道的越多，事情就越复杂。但她曾经是萧瑟的好朋友。可从萧瑟入雪月城以来，他们两个似乎从未说过话。所以，他是最了解萧瑟的人，而现在的萧瑟，最不想提及的就是他的过去，而叶若依，他所背负的正是萧瑟的过去。晨光幽谷乡，是若依姑娘吗？许久未见了，二皇子殿下。若本王没有闻到叶家独有的晨光幽谷的香味，那么若依姑娘，是否打算就这么走过去了？我已很多年没有见过殿下了，方才觉得面熟，却也不敢相认。我听说若依姑娘一直在城中养病，身体可有好一些？司空城主医术高明，若依的身子比以前好了许多。那便好。你与楚河自幼交好，能在此城中重逢，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吧？啊，楚河哥哥，他不是失踪很久了？哦，你没见过他吗？我向来一人独居在这别院中，平常从不与城中人来往。今日是过来取些药材的。他来此城已经许久了，此行我便是来寻他的。那殿下来寻他，是要抓他回去吗？抓？我是要将他带回天启。父皇已经免去了他所有的罪错，他之后还是北离的六皇子，永安王萧楚河。啊，那便很好呀。但他拒绝了，我给他3日的时间。你与他自幼便交好，帮我劝劝他。以楚河哥哥的性子，决定了的事情，便很难改变了。但在我知道的人中，能劝动他的，你是为数不多的。那若依试试吧。多谢了。想不到几日不见，司空姑娘的武功竟精进若此。那当然。长得也更漂亮了。哇，过14层了，过14层了！二位久等了，咱们这就继续吧。萧瑟，这2位是？看这打扮是望城山的人吧？偶遇而已，想请望城山的2位高人算一卦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司空姑娘。不知2位前来雪月城所为何事？那个，我们就是来看看，就是来看看。二位，咱们开始吧。见着。
这是什么？这药叫做冰清水，常人服下，全身的血液都会顷刻间冻结，但对于你不同，你的火灼之术已经进入了迦楼罗境，但你的身体却难以承担。如果运功过久的话，恐伤及自身。而这冰清水便会护住你的心脉，延长火灼之术的时间。多谢师兄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这15层可有什么建议？我建议你明天再来。明天？这登天阁的每一层都是不同弟子轮流值守的，只有守阁长老在这一层，一待就是10年。哦。今日你已经很疲惫了，早些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。哎，好吧。哦，那师兄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这15层的守阁长老是谁啊？如果你见了他，一定会觉得很亲切。啊？掌相大剑今日竟有空来青天剑做客，真是难得呀！来，朝中那么多的达官显贵，都想拜访青天剑，却都未能见上国师一面。锦仙也怕吃了闭门羹，丢了颜面，所以才迟迟不来。掌相大剑说笑了。国师，这里就是青天剑的星月阁吧？据说历代的剑圣都曾在此处观星象，测天下大事。不知国师可看出什么来了？明日会下雨。就这样。后天还会继续下，刮西风。3日后会放晴，但还不确定。锦仙一直以为国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没想到国师却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大剑不信我说的。锦仙自然相信，只是国师应该知道，锦仙并不是问明日的天气，而是这个王朝的明日。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因此，掌相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。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，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！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一化龙，直飞9天。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
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玉珍提剑来砍我的脑袋。萧瑟，千罗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哼，这么听来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刘姐，你这三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用缘分喝酒？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！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侠情而已。哎！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难爱今宵月？夜上楼头弄玉箫。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舒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1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
9。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它游过这时间的瞬间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心动频率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第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1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？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，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他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。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哦。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北武姐，是你，陆明轩师兄。哎呀，你小子跟着2城主上山修炼，一走就是10日。可让我好找！你欠我那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回来？输了的人还有资格要钱？别给我丢人！你是雷无节吗？啊，我是尹落霞。啊，落霞仙子，久仰大名。今日怎么下山来了？你师父呢？我师父闭关修炼，让我先在山下待几日，别影响他。闭关？难道？他又要来了。仙子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明轩，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站没站样？听雨剑，没想到你师父把他传给了你。你知道他的来历吗？师父说这是他早年间的佩剑，但我怎么都拔不出来它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剑的理由吗？你别跑！
嚯，你是比日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天下第一轻功，这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我管你是什么！刘姐，哎，来了！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江师弟。萧兄弟，我打你！我倒要看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特别。萧瑟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，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萧瑟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了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瑟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刘姐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。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。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。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哎，快点！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刘姐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要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罗姐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用，真不用。姑娘，你那2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糟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啊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叶姐姐好啊，千落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2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2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；一个穿着青衣，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
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落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，就多在屋子里歇息吧。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叶姐姐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出来吧。这回真走了。哦，多谢姑娘，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举手之劳而已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许久不见了，小楚河。你刚才为什么拉我走？我再不拉你走，你是不是就该问姑娘今年芳龄几许，是否婚配？那我没有。人家姑娘不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摆明了是不想跟你多聊。你留在那讨什么嫌？再说了，你若想再见她，这有何难？司空千落不是认识她吗？你问唐莲啊。啊，对呀。有什么事要问我啊？大师兄。秋色，你这又被大小姐追着满城跑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这事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现在雪月城这么大一堆账要我来管，他还天天缠着我说是要跟我切磋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怼他2句算客气。昨天是学他解我棺材的时候捏着鼻子说话，今日又怎么气着他了？今日是说千落师姐是那种追着男人跑的女人。你还好意思笑？连个千落都打不过，真不想当你这个大师兄。谁说的？若是杀不见在手，我至少能跟他打个平手。这听雨剑怎么了？师傅说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拔剑的意志，那是什么呀？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的确，剑灵种铸的剑的确有所不同。据说他们铸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割破手掌，以血为剑，所以最后铸出来的剑都号称有破腹。不过以你的资质啊，拔剑只是时间问题。难得有机会下山，不如我们几个去喝一杯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我还有件事想要请教大师兄呢。有他这个百事通在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呀？你说是吧？我想问，我师父雷轰、师父李寒一，还有望城山玄剑仙赵玉珍，他们3个人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啊？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云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奈何一年相逢，一年离别，难渡一生劫。风花雪月，不过前世今生缘。一段风月，一支念，泪难消心中结。情深不寿，与谁诉离别？一生所念半生缘，天不老，情难绝。蓦然回首，你在等我阑珊。姑娘，你是谁啊？
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不过换了男装，还贴了2撇假胡子，只有那守山的小道童才会被骗吧？你就是赵玉珍。对啊，我就是赵玉珍。要不要过来一起做？一会儿就能吃桃子了。桃子？对，我将离火镇心诀注入我这桃木剑中，插在树下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就能长出桃子了。离火镇心诀，望城山的至高心法，你居然用来种桃子？那不然，练它做什么？我是雪月城李寒一，听说你是望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我想来找你问剑。雪月城，李寒一，这6个字放在一起，可真是够冷的。可别耽误了我的桃子长大。废话那么多，看剑！太乙狮子诀。我是来问剑的，不要给我用这些法术。你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现在还不能出剑。为何？我的剑插在这树下，拔了剑就吃不了桃子了。吃桃子？吃桃子。第2剑，双手剑术。其一，雷门剑客，雷轰所传；其2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指云烟。这第2剑，请师傅试之。好，为师也赐你一剑。这一剑也有一个名字，叫平地一声雷。接得不错，不过你这双手剑，应该是原本准备的第3剑吧？要是没有更强的剑，那么今日的事件就……你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第3剑，我姐姐所传。走，刺剑，你的右腿要弯一点，眼睛看前方。好。3才剑法，平刺。刺。扫，收回来。早就知道了，姐姐，还是那么爱哭。夏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
三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二师尊他……韩一虽然入师门比我早1个月，但实际上他比我小4岁。他母亲是剑种传人李新月，他父亲是雷门雷梦莎。他未入雷门，随母姓。殿下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圣上有旨，论您执意要从这里出去，那便以欺君之罪论处。我们可以先斩后奏。你们几个拦不住我。吾等知道殿下武艺高强，但我们一时无惧。若您要出去，那便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那你们便来试试。殿下且慢。殿下，你身份特殊，那法场你不能去。新月姑姑，怎么连你也拦着我？不，此事便交给我了，由我去将王爷带回来。相信我。雷门4杰，雷梦莎。萧瑟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有些事真的是宿命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突然来登天阁了？我来看看我的好徒儿有没有好好习武啊。放心吧，师傅。最近呢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仙人六伯，越看越有几分门道了。相信我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能悟出其中剑法的奥妙。你别看那些人一个个现在威风凛凛的，等我成了剑仙，定给师傅你争光。现在就有替我争光的机会，去不去？师傅，你该不会让我替千落师姐打擂台吧？我可不喜欢她，她那杆枪那么厉害，我想想都害怕。怕什么呀？女孩嘛，就是嫁了人以后才会变得温柔。以前千落的娘亲是很厉害的，千里奔袭，追到司空长风以后，一脚就把她从马上踹下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还不是雪月城最温柔、最美丽的女人？那我还是觉得师傅你更美一些。就你胡诌！你入城拜师的时候，千落娘亲已经走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见到她。说吧，为什么不愿意打这擂台？我已经有心仪的姑娘了。心仪的姑娘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啊，你个骆明轩，有心仪的姑娘第一时间不告诉你师傅我？师傅，没有师傅。我心仪的姑娘，她又不心仪我。师傅，你别这么激动。快说，哪家姑娘？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哎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师傅，你别老问我了。哎，我还在练功呢。哎，你别打搅我。师傅这是受司空长风所托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他们都打下去，然后你输给千落不就得了？真的可以这样？这次稍稍不这么卖力，不就输了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搞定了。好。怎么，不高兴的样子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有贵客要来雪月城。既然是贵客，又为何一筹莫展？因为这位贵客，他姓萧。此时此刻，雪月城应该收到信了吧？殿下，你说雪月城收到信件后，会不会把萧楚河藏起来？雪月城或许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过以楚河的性格，
他是绝对不会再躲藏起来的。可是他已经藏了很多年了。他既然选择了踏入雪月城，就不会在意被我们发现，更不会再示弱了。难道殿下还真的想把萧楚河带回天启城吗？本王身上可是带着父皇的口谕。可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藏民深知殿下重情重义，可还恳请殿下好好想一想，这萧楚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雪月城？又怎会引得司空长风要亲自点名收他为徒？雪月城以前是效忠琅琊王的，萧楚河他也一定会利用这一点，请殿下恕属下谏言。萧楚河夺嫡之心昭然若揭，他若是回到了天启，很多事情本王无法改变，更何况城中的那个人，或许真的不是楚河呢，真的只是萧瑟，一个客栈的老板。殿下，起来吧，给雪月城再传封信。此行我们入城，不能加以任何阻拦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们悄悄地入城，去会会这个叫萧瑟的男人。唉，这司空千落的武艺现在可真是惹不起。你明明可以再躲，怎么放弃了？我若是想脱身，这袖子怕是废了。光这袖子，200两银子呢。你就为了一条袖子，命都不要了？一看这龙须针就知道是大师兄大驾光临了，还打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外面被追了1日了，难道回来屋内还得接着跑不成？这平日里只知道你的轻功卓越，今日一试探之后，才发现你的反应跟敏锐也是一绝，只是没有内力罢了。说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我和大师兄白日里做了一个决定。别说了，你们的决定我拒绝。你都还没听呢，怎么就拒绝了？因为我已经猜到了。啊？此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大师兄，你莫不是想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吧？我们只希望萧老板为我们雪月四杰的情谊做出一点牺牲。什么雪月四杰？哎呀，我取的名字，真难听。相信我，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，简直天衣无缝。